这个富婆一心想找个贵族结婚，可贵族从来都看不上她这种土财主，最后却被男爵骗她上了床，随即又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她。然而这女人并未放弃，反而转身将目光锁定了男爵的表弟波尔。对于她而言，嫁给谁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对方只要是贵族就行。波尔虽然是肯尼亚一个已经破落的贵族，但依然觉得凯伦不过是个土里土气的暴发户。当他知道凯伦的嫁妆是肯尼亚的1000牧场时，就这样，凯伦满怀希望踏上了这片遥远的非洲土地。然而，当他抵达非洲后，凯伦顿时傻了眼。眼前的人们衣衫褴褛，甚至那些靠着脚力谋生的樵夫也没有穿鞋子。好不容易来到了酒店，她急切地想找自己的丈夫，可是直接被一个管理赶了出来，并说这里不欢迎女人。就在她觉得有些孤立时，丈夫终于匆匆赶到，却告诉她自己连婚戒都忘了买。更让她惊讶的是，婚礼居然就在1个小时后举行。没想到结个婚搞得这么匆忙。更气人的是，丈夫还趁着她不注意，和旁边的女人聊得很暧昧。最后这个婚礼简直就是一场草草了事的闹剧。尽管心里有很多不满，凯伦还是强忍着冷静，是她的虚荣心就这样把自己随便嫁了。回到婚房，凯伦说起了自己的1000亩土地，想将它们建造成牧场来创业。然而丈夫却在她不在时，将土地的用途悄悄改变，种了咖啡豆，因为他觉得种庄稼无法配得上贵族身份。凯伦简直气得不知道说什么。更令她气愤的是，管家告诉她，波尔外出打猎得等下一次下雨才能回来。由于非洲的雨季来得很慢，凯伦只能独自待在这里，并且要应对眼前的困境。她决定去检查那片咖啡田，才知道丈夫从未打理过这片田地。尽管树苗已经种下，但缺少足够的人手，连最基础的灌溉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。凯伦无奈之下决定去求助当地的酋长，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。回去的时候，她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许多孩子的脚受伤严重，伤口溃烂，状况惨不忍睹。凯伦立刻蹲下身子为他们查看伤口，并主动提议以后会为这些孩子提供免费的治疗。为了更好地融入非洲的生活，他开始学习如何外出打猎。这天，当他悠闲地观察着草原上的动物群时，突然他的马儿挣脱了束缚，疯狂奔跑起来。凯伦回头一看，竟然看到一头母狮正朝他走来，他顿时吓得心跳加速。就在这时，旁边路过的男人冷静地提醒他不要慌张，还耐心安抚他，让他别动。当这头母狮缓缓走近他时，凯伦此时已经吓得不行了。然而那个母狮子却从他身边慢悠悠地走了过去，他忍不住质问那位男人为何不立即开枪。男人解释说，他能看出来母狮已经吃饱了，只要保持不动便没有危险。这个男人名叫丹尼斯，是一位来自英国的贵族，热爱自由和冒险，常年生活在广袤的草原上。为了感谢丹尼斯的救命之恩，凯伦把他邀请到家中共进晚餐。在晚餐时，两人谈得不亦乐乎，同时丹尼斯也向凯伦讲述了他冒险的一些经历，凯伦也听得津津有味。他们共同被对方身上的东西所吸引，篝火旁的谈话持续到黎明。虽然他们一直以尊敬的语气交流，但眼神中早已满是情愫。已婚的身份摆在他们面前，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藏在心底。临别时，丹尼斯送给凯伦一支钢笔，鼓励他将内心的故事写下来。为了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，凯伦决定全心接受波尔的一切。在这次大雨终于来到时，她站在丈夫回家的路上，决定不再让这段婚姻继续疏远。What are you doing, Tana? I want you to come home. 她意识到，既然选择了这段婚姻，就应该尽全力去让它变得更好。她希望经过彼此的努力，未来能够和丈夫一起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，甚至希望能有个孩子。不幸的是，这些美好的设想只是她一人的愿望罢了。随着殖民地争夺战爆发，丈夫坚持要前往前线，尽管凯伦极力劝他留下，他仍然坚决要去。凯伦再次陷入孤单。很久之后，她终于接到了丈夫的消息，但这并不是对她的关心和问候，而是让她派人将物资送到前线。当地人告诉她，那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，简直是白人无法生存的地方。尽管如此，凯伦依然决定亲自前往。她带着几个人和一车物资出发，没想到这条路比她想象的艰难得多，高山、黄土，没有标志的路，凯伦很快迷失了方向。庆幸的是，管家已为他们准备好了营地，管家在营地点燃篝火，等着其他人赶到。然而第二天早上，大家还在熟睡时，却被一队骑兵围住。这时凯伦发现领头的竟是久违的丹尼斯，原来他和朋友们也要去前线。而朋友得知凯伦也有同样打算后，强烈劝他放弃前进，因为战场对女性来说太过危险。I'm going on, Berkeley. 最后丹尼斯还是尊重凯伦的决定，在离别之前，他把一块指南针交给他，叮嘱他小心。然后两人再次告别，凯伦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方向，踏上了新的旅程。但新的困难接踵而至。那晚凯伦的领头牛遭遇了狮群的袭击，如果领头牛被吃掉，那前线的物资就会被埋没在沙漠中。凯伦四处寻找枪支，却一无所获，最终只能拿起皮鞭穿越棘刺丛，奋力驱赶那群狮子。尽管她内心充满了恐惧，但考虑到前线的丈夫和那重要的物资，凯伦只能像一位勇士一样挺身而出，迎接这场艰难的挑战。当她成功赶走狮子后，虽然身上满是伤痕，但凯伦心中最大的担忧还是领头牛的安危。经过漫长的跋涉，凯伦终于抵达了前线。大家看到她领头而来时都愣住了，默默地为她让开了路。凯伦成为了第一个踏上非洲战场的女性，尽管她衣衫褴褛、狼狈不堪，但她那股女英雄的气质却不可忽视。Exchange your hair.
然而凯伦对婚姻的执着并没有得到回报。不久后，凯伦被诊断出患上梅毒，才知道丈夫虽然在战场上拼杀，却依然在外沾花惹草。梅毒的治疗方法是用砒霜以毒攻毒，而且治愈的几率只有一半。凯伦只能回到丹麦老家疗养。症状不严重的丈夫向她道歉，并表示愿意陪她一起回去，但凯伦只是让她留下打理农场。临走时，凯伦再次遇到了丹尼斯，他依旧是那么的自由自在、洒脱不羁。凯伦并未告诉他自己患病，只是温柔地说：“我会一直珍惜你送给我的指南针。”接着两人期待有缘下次再相见。凯伦便独自踏上了回丹麦的旅程，在那里他靠着砒霜战胜了病魔。几个月后，凯伦病愈，英国战胜了德国，他又回到了非洲。当地的原住民热情地迎接他，其中一名小孩子送给他一只猫头鹰，而那个曾因有脚伤的孩子也终于得到了很好的治疗。凯伦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心里充满了欣慰。他决定在非洲开办一所学校，因为他深知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改变这个贫困的地方。酋长答应了凯伦的提议，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，只要身高超过木桩上标记的孩子就不能上课。凯伦对此感到非常不解，为什么有这样的限制呢？管家告诉他，非洲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传统。凯伦虽然心里有些不满，但最后他还是压下了心中的疑问。他要开办学校的消息在白人圈中传得很快，在一场晚会上，一些人公然嘲笑凯伦的决定，气氛变得异常紧张。就在大家即将起冲突时，丹尼斯突然出现，拉着凯伦走到一旁，他们伴随着音乐跳起了舞。丹尼斯认为原住民应该得到尊重，而不是被外界的意志所强加，但两人却在分歧中产生了深深的吸引。回到家的路上，凯伦在丈夫的车里发现了一个女人的内衣，这让她彻底对这段婚姻失去了希望。她决定主动提出分手。You two take a place in town. Are you sure, Tana? 而丈夫也表示愧疚，最终同意了这次分离。从此，凯伦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道路。她在一间简陋的木屋里开办了学堂，并邀请传教士为孩子们授课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了学习，酋长也逐渐放宽了规定，允许年纪较大的孩子也参与进来。在这段独自度过的岁月中，凯伦见证了自己的咖啡田从荒芜的黄土变成了丰收的绿洲。每当咖啡豆逐渐变得金黄，她就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和成就，仿佛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。丹尼斯偶尔会来拜访凯伦，带她去草原上体验大自然的生机，也会在湖边为她洗头发。阳光透过她的面庞洒下，那个瞬间，她的魅力让凯伦深深着迷。一次打猎时，一头狮子突然袭来，凯伦却冷静地举枪成功击毙了狮子，两人的关系因此更进一步。夜晚，他们围绕着篝火跳舞，那晚他们确认了彼此的心意。尽管丹尼斯总是只待1-2天便离开，虽然行为与前夫有所相同，但丹尼斯十分懂得浪漫。这天他竟然开着一架飞机出现，尽管凯伦知道丹尼斯是第一次开，但他却非常相信他，毫不犹豫地上了那架飞机。随着飞机翱翔在广阔的天空中，非洲的美丽风景尽收眼底。他看到了羊群在草原上自由奔跑，感受到了自然形成的瀑布飞流直下。飞机飞过湖面时，水鸟惊飞，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。在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朵之间，凯伦伸出手与丹尼斯紧紧相握。这一刻，他从未体验过的自由与激情在心中涌动。然而，尽管这一切如此美好，凯伦也明白和丹尼斯的关系终究难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。丹尼斯热爱自由，随性而为，他始终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是独立的个体。虽然他能和爱的人相守，但绝不会因为一纸婚约而让自己失去自由。对于他来说，束缚和羁绊是不可接受的。而凯伦的爱情观完全不同，他渴望的是婚姻，渴望有孩子，渴望一生一世的陪伴。他渴望那种有依有靠的生活。当两人经过多次讨论后，凯伦最终冷静地提出了分手。就这样，他告别了深爱的男人，决心专注于他的咖啡园。然而命运却如此的捉弄于他。庄园的一场大火摧毁了他所有的希望，工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火焰燃烧，而非洲本就缺水，任何灭火行动都显得无力。面对眼前的废墟，凯伦只能收拾行李准备回到丹麦。但在离开之前，他并没有放弃那些一直跟随他的原住民，他想帮他们安置一个家。因为英国人即将占领这片土地，凯伦四处请求帮助，然而无论是上面还是高官都说是不可能的。于是他以前夫的头衔找到了新任总督，希望能够改变局势，但总督与其他官员一样满嘴空话，毫无实质行动。凯伦感到绝望，忍不住跪了下来。这一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凯伦的勇气和气度打动了总督夫人。You have mine. 最后，他拍卖掉所有家具，所得款项全数留给原住民。晚上，他摘下了佣人手中的白手套，象征着曾经的阶级差异已经不在。他本以为自己会孤独地离开这片土地，却没想到丹尼斯找到了他。原来，在凯伦跪地求情的那一刻，丹尼斯一直在默默关注他。如果只是一个过客，又怎会如此关心别人？丹尼斯终于明白，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羁绊，更看到了凯伦在他心中的地位。为了凯伦曾经所追求的自由，也可以舍弃。于是他提出要和凯伦一起离开这里，但必须等到周五处理完一些事务。然而等到约定的那天，凯伦并没有等到丹尼斯，而是收到了一个噩耗：丹尼斯的飞机坠毁在他深爱的草原上，完成了生于自由，死于自由的命运。凯伦听到这个消息后没有哭泣，唯有那只握住香烟的手开始无法控制的颤抖。凯伦找到了丹尼斯的尸体，把他埋葬在他最爱的草原上，让他永远和自由为伴。在他离开的那天，一个俱乐部的会员找到了他，
邀请他一起为丹尼斯敬一杯。当凯伦走进俱乐部时，曾经把他拒之门外的那些人纷纷起立为他敬酒。凯伦记得曾经他以男爵夫人的身份被拒绝进来，而今天他没有这一头衔，却凭借自己坚韧的经历和品格赢得了他们的尊重。看似岁月辜负了他，但他其实早已触摸到生命的真谛，得到了命运最深刻的祝福。刚到非洲时，凯伦拥有男爵夫人的身份，他用这些来定义自己的价值。然而最终当他失去一切时，他凭借善良和担当赢得了别人对他的尊重。他离开时带走的并不是财富，而是内心的精神富足。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，延续了小说中的情节与情感。他用丹尼斯送给他的钢笔，将那些记忆酿成了永远不褪色的诗篇。在人生的旅程中，我们不要想着去改变别人，而是要学会如何改变自己，强大自己。